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一个带您寻找真相的频道。汉武帝大兴土木，到处征战以后，国库的钱都被他花光了。皇帝没钱和老百姓没钱还是有区别的。老百姓没钱只能拼死干活，卖儿卖女。皇帝的没钱是可以把别人的钱当自己的钱。汉武帝时是提倡告民的，这告民说简单点，就是让老百姓揭发有钱人。皇帝给这些告密的人分点提成，其他的就都罚没处理。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消灭民营企业就始于汉武帝。不过这种做法对于汉武帝来说是不够的，比这更简单的自然是自己印钱。汉武帝想出个点子，一张白鹿皮裁成一小块一小块，让老百姓把这鹿皮当钱花。这做法引起大臣的不满，汉武帝派张汤负责处理。大臣言亦有异议，也向汉武帝提出过，当看到汉武帝不高兴，他以后再不说了，不在公众场合表态。张汤要抓个典型，找了个机会，非要治严毅的罪。史记记载，张汤汇报说，议九卿谏令不变，不入言而腹诽，肚子里面反对，论死。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腹诽之罪就始于此。腹诽这个罪虽然好用，但确实太过分了。后来的皇帝要想治大臣的罪，大多也不用腹诽做理由，还是要编出个罪名，目的也就是依法办成铁案，而不是用腹诽做理由。这也说明古代的法治也是在进步的，尽管实质没有根本的改变，名义还是有所改进。历史上最有名的冤案就是秦桧给岳飞案的罪名莫须有。当时的人觉得莫须有的罪名太荒唐，实际他们忘记了，在这前还有个腹诽罪。秦桧不敢用腹诽来诬陷岳飞，说明在经历了1000多年以后，中国的法律还是有了一点进步。对于后人来说，只关注的是莫须；对于秦桧来说，实际是想表明有。这说明秦桧也是讲法律的，他想说明要治岳飞的罪，必须有证据，只不过他说的这个证据是或许有而已。秦桧的做法体现出他相信法律是需要证据的，这比汉武帝时确实有了进步。我一直觉得中国的历史是在前进的，就算没有外部的推动，只是这速度太慢。正是因为这个进步太慢，我不相信史学界对中国历史自己也会走向资本主义的说法。如果他自己真能走到资本主义，从明中期开始，或许还要走个几千年。如果我们的历史研究只是得出这样的结论，那么研究历史实际上已经失去任何意义。莫须有一词在司法中的应用，最恶劣的地方不是他制造了一起冤案，而是他的主观判断。本来莫须是没有什么不对的，现实生活中就有许多莫须。问题的核心是谁有资格说他有，还是说他无？岳飞案体现出的是莫须后的有和无是秦桧说了算。我们说法律的独立性是法治的基础。如果法律是权力者说了算，说明法律根本不是独立的，解释权就在权力拥有者手里，这样的法律不过是整人的工具。司法独立对于权力拥有者来说是个噩梦，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个福音。莫须有的可恶是话语后面的真实意思是权力拥有者说了算，他的主观判断以法律的名义得以体现，这样的法治状况是恐怖的。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是不能依靠权力拥有者的主观理解去管理的。这让我想到了现在流行的非必要。非必要确实是客观存在，就如必要也是客观存在一样。问题的核心就如莫须有，必要还是非必要，有还是无，到底谁说了算？法治社会判断的依据是具体的个人，只有自己才知道什么事是必要还是非必要。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替别人做出必要和非必要的判断。如果社会失去法律的约束，权力拥有者就会根据自己的理解替他人决定必要还是非必要。古人曹刿有个著名的论断肉食者鄙，这也说明权力的拥有者大多都是认知能力比较差的。如果一个社会让这些人来决定老百姓生活的必要和非必要，这本身就会非常的荒唐。一般认知水平越差的官员，越喜欢代替老百姓做出决定。当老百姓无法接受的时候，他总能给自己找到一个你无法拒绝的理由，为你好。这也是目前最让老百姓莫名其妙的地方。如果你不能接受官员的必要和非必要的区分，他就会告诉你为你好。当然，如果这个为你好真能彻底执行，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。至少官员认为自己确实在做好事，
可问题往往也出在这里，真到关键时刻，比如防疫放开后，他就反复提醒自己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。也就是说，真正为你好的又推给了你自己。既然如此，那又何必替老百姓决定什么是必要，什么是非必要，还是让老百姓自己决定吧。这说明，任何决定如果只是出于主观判断，这样的权利应该交给个人，否则不是造成冤假错案，就是扰乱社会，民不聊生。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节目，欢迎点赞评论，谢谢大家。